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历史因果论。我们一提起中华文化呀，经常说儒释道，儒释道。几千年来，儒家、道家、佛家对中华文化影响到方方面面呀。大家有没有想过，历史上最早把儒释道整合起来，提出来儒释道三教同源的人是谁啊？他是1500年前南北朝的梁武帝萧衍。他是一个皇帝提出来的。这皇帝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可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学贯中西的人。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他把中华的儒家、道家和西方的这个佛法呀融会贯通，把儒释道三家融为一体，那不就是历史上第一个学贯中西的人吗？梁武帝萧衍他在这个文学、经学、历史、诗词歌赋、音律、书法、绘画这些方面全都造诣极深这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被低估的一个皇帝，可以说他是一个学霸级的人物。当时有8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文人被称为晋陵八友。梁武帝萧衍就是晋陵八友排名第一。晋陵八友是就像建安七子、竹林七贤，晋陵八友也是一个文人组合。梁武帝萧衍既是一个皇帝，还是一个思想家、学者。但是你看他的这个谥号叫武帝，我们都知道皇帝的谥号跟他生前的文治武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我刚才讲了，你看他好像在文治方面很不得了但是他的谥号怎么是武帝其实这个人在文治方面已经登峰造极了，所以他的谥号就没必要再去强调他的文治了，要强调他的武功了。为啥呢？他武功仍然是不得了，开疆拓土，平定祸乱，他先后7次北伐中原威震华夏。所以我刚才说了，梁武帝萧衍他确实是中国历史上很被低估的一个皇帝这个人武力充沛，文武双全，而且他非常的长寿活了86岁。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寿命活过80岁的帝王一共有6位第一位是南越国的武帝赵佗，活了103岁。第二位呢是清高宗乾隆，活了89岁。第三位就是梁武帝萧衍活了86岁。武则天呢活了82岁第5位宋高宗赵构，活了81岁。第6位呢是元世祖忽必烈，活了80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汉传佛教为什么吃素？而且世界上只有汉传佛教严格的吃素。你像那个南传佛教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这边的佛教他们是可以吃3净肉的。什么叫3净肉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曾经亲自说过，有3种情况下的肉是可以吃的。第一呢，眼不见杀，你没有亲眼的看到这个动物被屠宰的过程。第二，耳不闻杀就是你没有亲耳听到这个动物被杀死的声音，也没有听到动物被杀死的时候发出的叫声。第三呢，不为己所杀，这个动物不是为了给你吃所杀的哪怕是怀疑是为了给你吃所杀的也不可以那么眼不见杀，耳不闻杀，不为己所杀，这种呢就叫3净肉。南传佛教呢是允许吃3净肉的，它完全是沿袭了佛陀在世的时候的规矩他们托钵乞食，拿着钵盂乞食那个信徒呢给他们布施什么食物他们就吃什么。托钵乞食我以前的视频里面讲过大家可以看一看。还有藏传佛教也允许吃3净肉。
本来这个西藏啊，它就地处草原牧区啊，它在高原上，很缺乏蔬菜，自然条件根本不允许它吃素食。那么汉传佛教是什么原因严格的吃素食呢？就跟这位梁武帝有关系。在之前呀，汉传佛教也是允许吃三净肉的。之所以吃素，就是因为这位皇帝下了一个行政命令啊，他根据这个《涅盘经》啊、《楞伽经》啊这些经典啊，颁布了一个叫断酒肉文。在这个断酒肉文里啊，梁武帝就说，吃肉会让人失去慈悲心，也不是修行人应该有的行为，所以真正的佛弟子就不该吃肉。就用一道行政命令强制这个僧尼啊吃素食。从此以后，这个净素的饮食啊，就成为汉传佛教特有的制度。梁武帝萧衍呢，他还创立了三教同源说啊，他非常崇尚佛教啊，他对佛教的经典啊有非常深的研究啊，著有几百卷的佛学著作呀啊，他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博学多才的皇帝。他还新建了几百座寺庙。唐朝诗人杜牧有一首诗《江南春》啊，这首诗是这样写的：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首诗非常的脍炙人口啊！这里面呢，我们经常忽略了南朝484是什么意思，就是指南朝的这个梁武帝萧衍啊，他建了非常多的寺庙。这个484啊，它这是个虚数，不是说就建了480座，其实远远超过480座寺庙。他还出钱供养了几万僧尼啊。在得知这个天竺国的禅宗第28代祖师菩提达摩从印度来到中国以后啊，梁武帝萧衍很高兴，因为他自己就非常崇尚佛教啊，佛教的大德又从天竺国来了，他立刻派人呢，就把这个达摩祖师啊从广州请到了健康，健康就是今天的南京。达摩祖师呢是走的海路，从印度啊走海路来到的中国，是在广州下的船。梁武帝把达摩祖师啊请到南京来了以后啊，他就这个问达摩祖师，他说：“我从登基以来呀，你看我建造寺庙、翻译经书、供养僧人，多的数都数不清啊！你说我可有功德否？我有没有功德呀？你看我的功德大不大呀？”他以为达摩祖师会像其他人那样奉承他，没想到达摩祖师淡淡的对他说了一句：“没有功德。”这是怎么回事？梁武帝一开口啊，就陷入到了我执和我慢当中，因为他首先有了我在布施，我在做功德，我在修寺庙，我在供养僧人的这个想法，这就叫我执啊。他觉得自己的这个布施和弘扬佛法方面啊，没人能比得上他了啊。在达摩祖师面前呢，这种炫耀，这就是我慢，骄傲嘛。我慢啊，慢就是傲慢。虽然呢，事实就是这样的，他倾尽了一个国家的力量弘扬佛法呀，但是当你有了我在布施、我在做功德的想法，你的功德就不是功德了。当你执着于我有功德呀，你就没有功德了。修行人啊，执着于我在修行，你就不是修行。当我们在做善行、布施、积累功德的时候啊，我们应该具有的心态叫三轮体空。这个我在下一期还会继续讲，因为我们历史上有一个历史故事啊，非常准确的讲出了三轮体空啊。我的频道啊，就是在历史里面和大家讲佛法。梁武帝的佛学修养
应该说是普通人望尘莫及的，他尚且会陷入到我执和我慢当中。可见啊，我们修习佛法最重要的是实修实证，在现实的工作和生活里啊，时刻的关照我们的内心。你不去实修实证，你学再多的这个东西啊，你只是在脑子里面积攒了很多知识而已所以梁武帝听到达摩祖师说没有功德，他就很诧异，他就问为什么这么说？达摩祖师说，你做的这些事啊，只是人天福报的小果报，是有漏之因，就像影子跟随身体，看似拥有，实际上并非真实拥有。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梁武帝做的这些事啊，只有福德而没有功德。大家一定记住啊，当你抱着做功德的心态去做善事的时候，你就只有福德而没有功德。梁武帝只是为自己的来世啊积累了福德，他仍然呢是在六道轮回之中。当他的这些福报享尽了，他还是会堕落比方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说，一个人他因为非常的有福德，往生天道了，他在天道享尽了福报以后，很有可能立刻堕入三恶道。这就像我们用一个有漏洞的杯子去接水，这个水就好比是福报，即使杯子里面把水接满了，这个福报还是会漏完的。我再扩展一下，那有没有无漏之因呢？刚才达摩祖师说了，梁武帝做的这些事都是有漏之因，那有没有无漏之因？有。无漏之因就是三轮体空的布施。三轮体空呢，简单的说就是在做任何善事布施帮助他人的时候在内心做到三轮同时清空。这三轮呢，第一，空掉我，没有我在做善事的这个心态我是施舍者的这种优越感。第二，空掉对方，心里没有对方是被我帮助的人对方欠我人情，没有这种分别心。第三，空掉所施舍的物品心里没有我给了你多少施舍，我这件事有多大的功德的计较心。我举个例子就像一个妈妈给孩子喂奶，在那个时刻，她内心有没有我好伟大呀，我是一个好伟大的母亲没有。也没有我的孩子正在接受我的爱呀，也没有这种想法。更没有说孩子，我喂给你的是我的珍贵的奶水，也没有这种计较心。他完全出于一个母亲的本能，用纯粹的母爱去做的这件事，自觉自愿的。所以母亲给孩子喂奶的时候，是会觉得自己在做善事吗？会觉得自己在施舍吗？当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很容易明白，达到三轮体空，你的心才不会执着于施舍者、受施舍者和所施舍的物品这三件事。这种没有执着的善行，才能成为解脱轮回的无漏之因，也才是真正的功德。梁武帝还执着于这三件事，可惜呢，他没有听懂达摩祖师的回答。达摩祖师说没有功德，他没听懂，他也不虚心的请教，还因为说他没有功德，心里开始变得很不高兴。梁武帝呢，他不甘心，他继续追问，那你说什么是真正的功德呢？达摩祖师回答他，真正的功德是静至妙远，体自空寂，这样的功德无法用世俗的有为法求得。就是说，真正的功德不是你在外面做了多少好事，捐了多少钱，盖了多少寺庙，这些都属于世间的好人好报，
不叫功德。功德是你内心本来清净、空寂、圆满的智慧。这种智慧无法通过任何执着，我在修行，我在积德，没法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只能通过放下执着，回归自性，你的功德自然就显现了。大家觉得有点不太好理解，没关系，我们通过我讲故事慢慢来，好不好？再有一个梁武帝他是一个学者型的佛学家他非常的不简单，他在儒家、道家、佛家都有极其深厚的学问，博览群经，对佛教的典籍如数家珍。今天他和达摩祖师的对话让他内心成就感遭到了很大的打击。他一直以来倾注大量的精力研究佛学我刚才说了，他写了几百卷的佛学著作他还经常给那个僧俗大众讲经说法呢。今天来了以后，结果被达摩祖师这样说，他就很想不明白。本来他是很期待今天和这位来自天竺国的禅宗第28代祖师能够对他佛学事业和成就给予肯定。没想到两个人说话感觉很不投机，梁武帝也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回答，他就没兴趣深入的请教了，这个聊天都快聊死了梁武帝就把话题转到了自己最擅长的佛学知识上。他给达摩祖师出了一个知识问答题，他说请问什么是圣谛第一义就是说佛法最高的真理是什么，那个最神圣最究竟的境界到底是什么。他期待达摩祖师会给他说一个很玄妙很崇高的答案什么真如佛性涅槃结果达摩祖师直接给他泼了一盆冷水，说破然无圣，就是说空空荡荡，连圣都没有。达摩祖师这是在针对他对圣的执着，对他的开示。因为达摩祖师从他一开口就知道他还在执着很多东西，一直在试图开示他。当你的内心还有神圣和平凡的区别心你用这种二元对立的方式来描述真理，那么你根本就没办法触及到真理达摩祖师的意思是，真理就像空旷的虚空，这个虚空有多空旷？空旷的连神圣这个标签都不存在。希望他听到了以后能有所悟。你必须超越凡圣的二元对立，哪怕是经典里面最崇高的圣谛，也不要当作永恒不变的真理去执着这就是禅宗不立一法的境界达摩祖师以一句廓然无圣来破除梁武帝的执着之心。可惜梁武帝他不能领会当面错过了达摩祖师的点拨。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梁武帝他是把佛法当学问来研究的就像我们学英语的人把英语当学问来研究，他不知道英语是个工具，是交流的工具，他把英语当学问来研究，你说你能学好吗？工具是我们来使用的，而不是用来研究的。他用大脑去思考，而不是用心去体悟。这个时候梁武帝他还想提问，但是已经不知道该问什么了，而且他已经生气了。他就对达摩祖师说：“那站在我面前的你是谁呀？”达摩祖师回答：“不识，不认识。”屏幕前的朋友们，换了你是达摩祖师，你怎么回答呀？不管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你也只代表你当下这个肉体，而不是你的自性本身。所以达摩祖师不是故意的抬杠梁武帝问的问题他一直在向上打转。
达摩祖师只能用无相来点醒他。听完祖师的回答，不识梁武帝全然无法领悟。所以看到梁武帝的表现，我们是不是清醒了呀？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有知识不等于有智慧，研究佛学不等于了悟佛法。就像我们知道水能解渴，你知道了水能解渴这件事，你难道就不渴了吗？你是不是只有喝了水才能不渴呀？这个喝水的过程就是实修实证。我希望我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啊，我们能够一起实修实证。好，继续说啊，梁武帝呢，他把佛法当学问来研究，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但他就像一个人天天研究菜谱，把菜谱倒背如流，讲起来怎么做菜头头是道，从来不下厨房，从来都没有实际做过一个菜，是吧？面对这个达摩祖师啊，他也习惯了手握权力和他的那些知识，舍不得放下皇帝的尊严舍不得放下自己博学多才的傲慢，没有放下身段向达摩祖师请教。你不主动请教啊，没人主动向你开示的。不但佛家是这样，道家是不是也是这样？道家有4大规矩：师不顺路，衣不叩门，道不轻传，法不见脉。你不主动求法，不愿意放下身段，不舍得向师父布施，如何得到正法呢？达摩祖师针对他的执着啊，每一句话都在讲空性的智慧啊，是不是达摩祖师已经在度他呀？佛说普度众生，这个度的众生啊，是有缘的众生，大家一定记住啊，是有缘的众生。当船来到你的脚边，上船是不是需要你自己把脚抬起来，自己走上船去，才可以把你渡到对岸去？那些主动抬起脚的人，主动伸出手的人，才是有缘的众生啊！大家一定记住啊！这是达摩祖师和梁武帝此生唯一的一次见面。达摩祖师看到梁武帝此时的心量和根气啊，尚未成熟，于是就告辞离开南京北上。不过他们的缘分也并没有就此彻底的结束。达摩祖师离开以后，梁武帝就把他的国师智公禅师请来了。他说：“哎呦，我遇到了从天竺国来的这个禅宗祖师啊，我跟他对话，我发觉他也并没有说一些很高深的东西啊，这个人是不是徒有其名啊？”他就把这个达摩祖师和他的对话呀，给智公禅师讲了。智公禅师一听，顿足叹息。他告诉梁武帝，达摩祖师的开示是至极的妙法呀，你怎么领悟不了这种甚深的妙意，你就让他离开了呢？你怎么就不虚心的请教一下呢？智公禅师就给他讲解了一下。梁武帝听完懊悔不已，立刻派人追赶。当追赶的人追上达摩祖师的时候，达摩祖师已经来到了长江边了。传说他随手折了一根芦苇，扔进长江，脚踏芦苇，悠然地渡江北去。这就是一苇渡江的典故。从此他们两个此生就再也没有相见。达摩祖师呢，150岁圆寂，葬在了熊耳山的定林寺。这个熊耳山在今天河南省的三门峡市。梁武帝因为自己曾经当面的错过了祖师的教诲非常的遗憾，他为达摩祖师撰写了碑文，这个碑文题目是《菩提达摩大师颂并序》。在这篇碑文里，他就不再是那个自负的皇帝了，而是一个充满追悔的弟子，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忏悔之词他说：“见之不见，逢之不逢，今之古之，
悔之恨之。意思就是我和祖师见面了，却如同没有相见；相逢了，却如同没有相逢。从今到古啊，这种悔恨真是无以复加呀。当年他派人追，没追到，现在非常后悔，而这就叫追悔莫及。梁武帝虽然精通佛理，但因为我执障目，当面错过了真正的名师，留下了千古的遗恨。在达摩祖师圆寂2年以后啊，当时东魏啊有去西域取经的僧侣返回中原，途中遇到了达摩大师。他看见大师手持禅杖，禅杖上挑着一只鞋，正在往印度方向走。回来以后立刻就报告了东魏的皇帝。皇帝听说以后，大师已经圆寂了呀，你怎么会看见大师呢？还禅杖上还挑着一只鞋，很奇怪，就命人打开祖师的墓葬，发现棺椁里是空的，只留了一只鞋。大家方才知道，祖师已经脱化成佛了。安葬达摩祖师的寺庙本来叫定林寺，从此以后就改名叫空相寺。我们凡夫在修学佛法的路上我们需要降服妄心，降服我执和我慢。你即使不修学佛法，在我们的生活中、工作中也需要降服我执和我慢。我会做一个系列的节目用我们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为大家讲讲我执和我慢。这些佛法佛理其实就蕴含在这些历史故事当中。听我这么一讲你对这些方面会有自己的体会。我这个系列节目呢是讲我执和我慢的，但是既然讲到了梁武帝萧衍我很想给大家继续的说一说他他既是一个皇帝，也是一个思想家和学者。他对儒家、道家、佛家的经典非常有研究。我前面给大家说了，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儒家的理、道家的无和佛教的涅槃、因果报应糅合在一起，第一次创立了三教同源说。他认为儒教、道教都起源于佛教，孔子、老子都是佛陀的弟子。这个你听听就行这是梁武帝的看法。但是他三教同源的这个思想非常的重要，这为后世开创了一个儒释道三教圆融的崭新时代。这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了。我在这里说明一下我们所说的三教的这个教它是指中华传统语境中的道德教化的教，它不是现在意义上宗教的教。在梁武帝萧衍这个时代之前儒家、道家、佛家是互相排斥的。他认为三者是完全可以互补共存的。儒家是以伦理纲常构建政治和社会秩序，着眼于治国理事。道家呢，关注生命养护、身心修炼，追求长生逍遥。佛家呢，致力于内心世界的净化和超越，主张明心见性。总结一下就是儒以治世，道以治身，佛以治心。他的这个思想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非常新的思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对立，我们为什么有了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看法，我们一定要驳斥对方，一定要和对方成为对立面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发现大家的共同点，寻找圆融调和的可能性呢？这就是个智慧。这个智慧让我们千百年来受益无穷。梁武帝呢，
他还根据《佛说盂兰盆经》创立了盂兰盆节。盂兰盆节也是大家熟知的中元节，他把佛教超度仪式和道教的中元节，还有我们民间的祭祖结合起来创立的这个盂兰盆节所以盂兰盆节是梁武帝萧衍创立的，每年农历的7月15举行超度历代宗亲的佛教仪式。后世在梁武帝三教同源说又继续发展出了三教合一说，儒教、佛教、道教就从并立到互相交融合流了。从此1500年来，儒释道共同作用于我们的文化。到现在我们在各地是不是还能看到一些三教合一的寺庙比方说这个1500年历史的山西省浑源县的悬空寺在悬空寺有一个三教殿在这个大殿里面共同尊奉着释迦牟尼佛、老子、孔子3位圣人。我们各地有不少这种供奉着3位圣人的这种道观也好，佛寺也好。在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儒释道三教已经融入我们民族的血脉中了。国学大师南怀瑾说：“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各位朋友我的频道有历史也有佛法，下一期呢有更精彩的历史故事分享给朋友们，欢迎朋友们点赞、评论、加关注，谢谢大家，感恩聆听。